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勇，欢迎收看第143期的白问。在这过去的一周呢，我个人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儿，就是亲自到嫦娥5号的发射现场去看了一下现场的火箭发射。哇，这个终身难忘啊，可以吹一辈子，真的是可以吹一辈子了啊！我在小白测评的账号里面发了一期 vlog，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非常非常激动，去看视频就可以了。然后在新机方面呢，这周呢是发了这个入门这一块大家非常关注的啊，这个 Note 9系列 Redmi 这边的这个 Note 9 Pro 还有45G 的这个 Note 9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我们也发了专题的这个视频，这个问题呢也有聊到啊，我们再跟大家详细说。OK， 干货多票少，第143期，看看哪些小伙伴都上电视了。那第一个问题是来自白冰星光的小伙伴薄荷糖兔子，巨龙哥你好，想入手红米 Note 9 Pro， 不知道 750G 表现怎么样啊？平时打的王者荣耀能带动吗？750G 打王者荣耀肯定是没有问题啊，去年的千元机打王者荣耀也没啥问题啊。这3台机器呢又巩固了一下 Redmi 在千元机的这个市场吧。Note 9 Pro 上呢这次最大的改变就是在质感方面，我觉得这一年提升还是挺大的，因为去年那个 Note 8 Pro 啊确实能够感受到很多这种廉价机型上的元素，但是这个 Note 9 Pro 现在基本上只剩一个了，就是这个正面屏幕那个塑料支架，这个还是比较宽的啊。然后这个 750G 呢，你听数字也看出来了，它是要比 765G 还要稍微再低一档的。综合跑分呢在35万加，在 CPU 方面呢其实还 OK， 但是在 GPU 方面，也就是打游戏这块啊，它确实要稍微的弱一些。但是王者荣耀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要是想玩游戏稍微好一些的话呢，我在今年的话还是建议你最次也要上天玑1000 Plus， 865就不用说了啊，这个有钱肯定就是买。天玑 Plus 我觉得玩游戏OK， 如果要是这个的话，比如说你打王者 OK， 但是你打和平精英的话，这个帧率就不太好看了。这3个型号呢，其实在开箱中我也说了，综合性价比方面啊，其实天玑800U 的这个 Note 9性价比，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最高的啊。好，下一个来自 B 站的小伙伴卷无双，小白想问一下啊，作为一个教师，这个平时用笔记本电脑主要就是文档表格的编辑啊，有必要买最新款的 M1 的 Air 吗？因为8000元买 Windows 能买到一个很好的配置了。如果你是一个教师的话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因为这个 M1 确实在今年非常好，非常顶，这个确实是啊，这个之前我们做过视频，你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如果你仅仅是文档编辑的话，你这8000块钱买 Windows 本，你5000块钱、6000块钱买个 Windows 的本，文档编辑也都没有问题。而且 Windows 的话呢，确实兼容性是要更好一些。你在平时在单位用的话呢，因为现在这个单位的这些办公系统肯定都是这个 Windows 的嘛，这个大家同事之间啊也都是这个 Windows 比较多，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来回倒来倒去。我觉得就你的使用场景的话，8000块钱的 Windows 要比新款的 Air 要更加好一些，更值得入手一些。好，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真让人头大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啊，买荣耀的 V30 还值吗？听说荣耀的 V40 不是麒麟芯片，就有所顾忌，不知道是要等 V40 还是直接买 V30？ 我之前用的是 V10。我们去查了一下啊，这个荣耀的 V30 呢，现在最低的价格在2700元左右可以入手。最近啊，确实有爆料说这个荣耀被卖了之后啊，这个 V40 呢可能就要这个用不上麒麟9000了，因为今年9000这个芯片确实非常少，肯定要保大哥这个 Mate 系列用，而且 Mate 都得保 Mate 40 Pro 来用，别的型号都没有多少啊，情况确实是有些紧急。V30 的话啊，其实也行，因为它是麒麟950 5G， 如果你要是用华为这个用惯了，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V30 这边呢是4200毫安时的电池，加上40瓦的快充，然后主摄呢是 MX600 RYB， 这个拍照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整机的质感也还 OK， 但它归根结底是去年的机型，这个是可以买的，但是其实865的性价比真的要更高一些。OK， 第4个问题是来自白冰星2的小伙伴一串数字啊，小白，现在各大厂商都出了自家的降噪耳机，请问降噪耳机对耳朵会更有伤害吗？这个伤害啊，这个谈不上啊，这个因为降噪耳机啊本身就是为了抵御外部的这个噪音用的，这个肯定会更加的让你舒服一些。但是由于降噪耳机为了更好的降噪效果呢，它会使用入耳式。这个入耳式的耳机啊，尤其是降噪了之后，它确实会产生耳压的这个问题。在我不知道现在还出没出啊，就是马上要出的，在计划之中的这么一期降噪耳机的专题，会详细跟大家聊到，就是这个耳压的内外是不一样的，就会让你感觉有些小伙伴说的这个恶心啊，甚至会让你觉得这个头晕的这个情况，这个脑袋不舒服就是因为耳压这个不一样这个确实会有一些影响。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入耳式的这个耳机呢，相对于比如说这种半入耳式的，或者说那种头戴式的啊，它堵得更严实。这个耳道里边呢，如果你长时间使用的话，更容易滋生细菌一些。当然这个影响呢，可能确实是比较小。所以说降噪耳机这类东西呢，确实有些人对耳压是非常敏感的，你可以去体验一下。但是我身边大部分人用着还都是没啥问题的啊。这个
确实抵抗噪音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就有点弹又难回的意思，尤其是坐飞机这个坐地铁时间长了之后。好，下一个是来自百迷星光的小伙伴1900，白哥有没有清理 iPhone 的软件啊？安卓都自带清理助手 ，iPhone 还得找。这个问题啊，其实之前跟小伙伴讨论过很多次，就是 iPhone 它到底要不要清理？我个人啊，其实是基本上不清理的。这个当然也可能是我懒啊，但是如果小伙伴呢他就要清理一下啊，确实可能会有一些不用的这个东西，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我们小编自己在用的，它叫做清理君。这个很巧的是呢，他们现在在做活动啊，可以这个免费下载。这个软件之前的原价呢是45块钱的，你可以去下载看一看，毕竟现在是白嫖嘛，没有恰饭啊，大家可以去下载看一看。OK， 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 Inner Carousel 啊，你好，能推荐一款屏幕好、拍照好的手机吗？这个女生用，不打游戏，价格在3000到4500，屏幕不超过6.5寸。你这个需求啊，这个预算其实还是挺高的，可以达到4500块钱。其实如果你要是不打游戏的话，3000元以内的很多机器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比如说华为的 nova 7这款手机它就是一个主打这个自拍的一款手机，前置呢是3200万，非常符合女孩子，后置呢是6400万，也还可以啊。我们不推荐 Pro 啊，主要是这个 nova 7呢好像还更好看一点，这是我们内部小姐姐们讨论的结果啊。屏幕方面呢是6.53寸啊，差不了多少，1080p 这分辨率还 OK。其实还有一款啊，就是 vivo 的 S7，那个颜值也非常不错，而且它前置呢拍照确实效果也很好，我们自己工作室经常自拍的时候都用它，这两个机器都可以去看一下。好，最后一个问题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法力大的吓死人，小白，明年骁龙的机器大概什么时候发啊？12用着不爽，想换了啊。仔细一看，你这个问题就有点凡尔赛了啊。这么跟你说啊，这个12用着不爽的话呢，你很快就可以换875的手机了，因为今年呢，我们之前在微信公众号跟大家语音聊科技的时候聊过好多次，就是今年在国内没有大规模的铺865 Plus， 应该大家都知道，只有几个865 Plus 的机型，而且又都不是大规模开售的那种。875今年比往年要来得更早，而且年前应该就会有，应该是在1月份啊，我盲猜啊，我再说一遍，我盲猜。高通这边呢是已经给了发布的时间，应该是在12月的1到2号，而且雷军也会出现在这场大会上面，所以说小米首发啊，应该是稳了。这个大家可以等一等，年前大家就可以换875的手机了。OK， 143期的百问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这个后面发布的机型呢，暂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型号了，今年呢已经发布的差不多了。但是在年前呢，刚才我们也说了，875的机器会比之前来的更早。还有一个处理器啊，大家也别忘了，就是三星这边的这个 vivo 这边呢，应该也会在年前就发布这个三星的1080，也是5纳米的，跟875同一级别的这个芯片。到时候这两台机器都可以期待一下。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百问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就是关注一下新人 UP 主，马上10万粉啊！10万粉之后就可以给大家抽奖了，赶紧关注一下 B 站啊，关注一下我们新人 UP 主，新人 UP 主很不容易的。OK， 干货多皮较少，百问我们第144期再见。